香港葵青貨櫃碼頭昔日係全球吞吐量第一嘅港口，但係2023年嘅一個調查，佢已經跌出咗前10，排第11。講佢係遺址未必係準確㗎，因為佢仲運作緊。但係無論從排名、使用率同埋競爭力嚟計，佢嘅衰退程度就好似荒漠化咁樣蔓延。呢條片我哋會用多組數據嚟睇下佢點解會變成咁，同埋仲有冇翻身嘅機會。我哋喺青衣春花落嘅山上邊去影9號碼頭嘅 time lapse。左手邊係北碼頭，已經變成空地；右手邊嘅南碼頭3個幾鐘，淨係得一架大型貨輪停泊，碼頭入邊仲有好多吉位。我哋從衛星圖揾荒漠化嘅時間線，從2009年到2019年，貨櫃幾乎係密密麻麻㗎。但係到咗2019年嘅9月，和記 HIT 嘅9號北碼頭開始疏落。2020年幾乎係曬太陽，之後2年一度好轉，但係疫情過後再惡化，而家已經完全空置。呢張今年2月嘅衛星圖睇到九倉現代碼頭嘅2號碼頭已經變得光脫脫。喺青衣9號貨櫃碼頭裏邊咧，係完全係一塊荒地啦，冇貨櫃堆砌喺度啦，好似一間執笠咗個公司咁，擺咗啲舊嘅機器設施喺度。香港9個貨櫃碼頭佔地279公頃，即係13個太古城咁大。李嘉誠和記港口旗下嘅 HIT， 加埋和記同中遠合資嘅中遠國際同埋亞洲貨櫃碼頭，一共佔咗2/6嘅面積。另外一個龍頭吳光正嘅九倉旗下嘅現代碼頭佔咗3/2面積。有19公頃嘅和記 HIT 9號北碼頭，2020年開始荒漠化，裝卸量大減，到咗2022年已經停用，而家係用嚟俾抵港嘅電動車短暫停泊。HIT 話旗下碼頭嘅平均使用率得50%，未充分利用土地有80公頃，相當於3.7個太古城。荒漠化亦都蔓延去到九倉旗下嘅2號碼頭。呢10公頃嘅土地，2024年2月一度完全空置，到咗4月亦都有大約一半空置，只有寥寥1兩行嘅貨櫃。對比2021年10月嘅航泊，當時2號碼頭幾乎係全滿㗎，大部分咧都搭高去到5-6層。香港貨櫃碼頭曾經連續11年蟬聯全球吞吐量第一嘅港口，但係自從2005年俾新加坡超越之後，排名就節節下跌。2007年跌落第3，俾上海超越。2013年就俾隔離嘅深圳超越，跌到第4。之後每1-2年跌一次，到咗2023年跌到第10。排名前10嘅港口有6個喺中國內地。呢個已經係港府認可嘅 Lloyd's List 嘅排名。另一個機構 Alphaliner 喺4月發布嘅2023年排名，將美國洛杉磯同埋長灘港合併計算之後，香港更加跌至第11。香港嘅貨櫃碼頭唔係不進則退咁簡單。我哋前9大嘅競爭對手10年間嘅整體吞吐量都係呈上升嘅趨勢㗎，唯獨香港跌咗3/6。按重量計就係由2億7千萬噸跌到1億7千萬噸。憑空消失嘅1億噸貨物究竟係咩呢？跌得最多嘅係包括衣物、家具、塑膠金屬製品嘅製成品類別，同埋機械及交通工具類別。食品、飲料、煙草類別算係表現最好。10年嚟進出口分別只係跌咗15.5%同埋18.5%。從進出口嘅國家或地區分類，亦都揾到端倪。擔當內地轉口港嘅角色淡化，10年間從內地進出口嘅跌幅都有2-3成。跌幅最大嘅係美國，進出口跌咗大約7成。特別係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跌得仲急。
連帶美國嘅盟友日本、韓國、台灣都係大跌。分析就話香港夾喺中美角力中間，加上生產線從中國外移去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，再直接喺當地進出口，經過香港嘅貨物就會越嚟越少。呢度係九倉嘅現代碼頭。2024年3月，九倉公布業績，物流基建收入大跌2成。主席吳天海睇淡航運生意。喺全球供應鏈同埋航運聯盟調整之下，香港失多過得。佢話睇唔到短期內會改善，預見會進一步惡化。大型嘅航海運輸公司會合組聯盟，制定航線同埋談判價格。目前全球有3大聯盟，去到2025年就會重組。重組之後，最大營運商馬士基新組成嘅 Gemini 雙子座聯盟就將香港從直接靠岸停泊深水港名單剔除，名單有18個亞洲港口，包括香港隔離嘅深圳鹽田港同埋廣州南沙港。另外2個聯盟都會減少停泊香港嘅航線。Ocean Alliance 海洋聯盟由央企中遠同埋從董建華家族賣盤俾央企嘅東方海外組成。呢個全球運力最高嘅聯盟都將停泊香港嘅航線由11條減到6條。貨櫃碼頭處理費或者亦都係香港消失嘅原因。運去美國嘅20尺標準櫃，香港碼頭處理費要2140蚊美金，已經係2000年到而家冇乜點加價。但係深圳呢，就只要1100蚊美金，上海仲平515蚊美金就得啦。以往華南嘅生意，香港佔有稅務、效率同埋地利嘅絕對優勢。而家內地大力發展保稅區同埋高效港口，南霸主嘅地位已經讓位俾廣州同深圳。航運業界擔心香港只會弱上加弱。2013年碼頭工人罷工咗40日，最後接受外判商提出加薪9.8%嘅方案，得到半杯水嘅勝利。當時喺度採訪，印象最深嘅就係工人要喺吊機機籠入邊連續做嘢10幾個鐘，食飯、大小二便都要喺上邊解決。10年過去，佢哋嘅待遇有冇改善呢？當時已經講緊要自動化，而家又做咗幾多呢？其實喺上面食飯咧，同埋大小二便咧，係咁多年裏邊咧，都係冇乜點改變嘅。咁罷工之後咧，個設施咧係會即係佢哋容許喺拖班上邊我哋叫控制室啦，我要去大便啦。呢個要求咧係佢哋認可嘅。工人嘅待遇有些微改善，自動化亦都漸漸推行，不過只係做到半自動。橙色嘅係舊式嘅龍門架，全人手操作。近年咧就逐步換成藍色嘅半自動，路面咧就要鋪感應器，由控制室操作。不過依然要機手坐喺吊籠，地面要有幾個人一齊做嘢。香港半自動化只係局部推行，但係新加坡、上海、廣州等地就已經有全自動化嘅碼頭。廣州南沙港第4期2022年啟用。龍門架嘅操作同埋地面嘅貨車都係全自動，用衛星導航、5G 信號傳送感應，貨櫃場內可以做到空無一人。入行30年，見證碼頭嘅興衰。黎馬健話：因為吞吐量大減，工人開工時數亦都少咗好多。佢話以前係工人靠賣命，連續超時工作嚟賺錢，而家工人正喺度自然流失，自動化係大勢所趨。但係睇唔到香港可以喺10年內推行。吞吐量下跌，亦都連帶影響貨車司機嘅收入。入行33年嘅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副主席鍾志練亦都睇得好開。佢話咁唔人道嘅夕陽行業，做完佢哋嗰一輩就已經功成身退，全自動化係大勢所趨，仲有乜嘢值得留戀呢？香港嘅碼頭喺葵涌呢邊算係市區嘅核心外圍。新加坡10年前就開始將碼頭大更新，逐步從鬧市搬去西部嘅填海區做全自動化。香港又有冇可能學到呢？
新加坡市中心嘅城市碼頭土地租約2027年屆滿，1993年啟用嘅巴西班讓碼頭租約亦都喺2040年屆滿。面對城市用地飽和，要釋放貴價用地嚟起資助房屋、商業中心同埋旅遊設施，新加坡政府就喺2012年正式宣布喺西部填海興建大士超級港。成個計劃耗資超過200億波子，即係大約1200億港紙。第一期已經喺2022年啟用，2期工程進行緊，2040年會全部完成，到時將會係世界上最大嘅自動化港口。如果用每公頃面積計算貨櫃吞吐量，香港嘅效能其實唔輸新加坡㗎，但係新加坡嘅新碼頭同埋上海港都係遠離市區。反之喺香港，葵涌已經係市區嘅核心外圍，2047年租約就會屆滿。2018年土地大辯論嘅時候，討論過重建碼頭或者上蓋發展，然後就沒有然後了。學者同業界分析，香港碼頭嘅佈局限制唔適合改建，亦都唔似新加坡咁樣，碼頭屬於國企，政府可以完全主導。香港如果要提前收地，必然要同大財團展開漫長嘅談判。當行業正喺度衰退，財團又有冇意欲投入巨資做自動化或者搬遷呢？港府又面對緊財政赤字危機，似乎亦都冇可能好似新加坡咁樣大手筆投入。當香港嘅碼頭吞吐量跌出10大，政府嘅回應係慣用嘅排行榜仲係排緊第10，會繼續鞏固港口優勢。又拋出2個數據，新華社同波羅的海交易所編寫嘅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，香港排第4，喺新加坡、倫敦、上海之後，其中倫敦都係吞吐量不入10大㗎。香港亦都係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4個指定嘅仲裁地之一，同紐約、倫敦、新加坡齊名。香港海運及港口業佔本地生產總值1.4%，即係1118億，提供咗78000個職業，連帶產業鏈牽涉20-30萬人就業。港府2023年12月發表咗海運及港口發展策略行動綱領，制定唔同嘅方向同策略，提升長遠競爭力，包括從船、貨、地3方面入手，全方位引領全球各地資源透過船運嚟用香港嘅港口。